王老板特意交代过，主人有洁癖，你洗干净点。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服务雇主的。没想到曾经的江家大小姐，竟然沦落到这般田地。那些女的为了嫁给你，简直不择手段，竟然给你下药。我找了干净的女孩，已经在1003了。都是景言，你不会还想着6年前的那个女人吧？她已经抛弃你了，咱们应该往前看了。江思思啊，我们说好了，一毕业就结婚，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你是一个靠着奖学金才能吃得起饭的穷学生，凭什么认为我会和你结婚？只是玩玩而已，别当真。10万块，这是分手费，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二爷，好吧，好。你狠。你说的对，我是该往前看了。洗干净了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顾谨言，好久不见啊！是啊，好久不见啊，江大小姐。谁让你来的？你来这儿干什么？王老板让我来的。你就是我要服务的人啊！曾经那么骄傲肆意的江大小姐，现在竟然跑出来卖啊！你就那么缺男人吗？你现在怎么活得这么贱啊你？顾谨言，把衣服脱了。你说什么？顾谨言，放开我！啊！放开我！你收了老王的钱就是出来卖的，装什么贞洁烈女啊你？你搞错了吧？我不是那种女人，我是来搞清洁的。你一个娇生惯养的江大小姐，出来搞清洁，编理由咱们也要编一个像样一点的吧？我不知道你是套房的主人，王老板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把这套套房整理干净。
要知道这个主人是你，我死都不会来。顾姐，你怎么了？顾姐，你到底怎么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大小姐，现在竟然跑出来打工了。你那么倔强啊？是不是？王老板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少来。顾姐，你吃错药了吧？见了人就想睡。清醒清醒吧。你缺钱，我缺你人。我们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我就算再缺钱，也不可能跟你睡。喂，江女士，你儿子的治疗费已经拖欠了半个月，还差1万块，明天是交费的截止日期，你再不凑齐，你就办出院吧。团团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出了院他肯定活不了的。我求求你，你再通融几天。我已经很努力在攒钱了。大家都有难处，总之，明天必须要交齐费用。普通人怎么在一个晚上赚1万块钱？是不是？王老板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少来。1万块，睡不睡？你说什么？不要算了。那就要看看你的诚意了。Turn around 짙은 안개 넘어 비춘 red light Look around 의미 없는 말들의 숨은 사이 애써 담담한 듯다 가라앉은 침묵물 把眼睛闭上，闭上。 Come down to the black sea, swimming with Leo. Go down with me, fall with me, let's make it worth it out. Come down to the black sea, swimming with Leo. Make it worth it out. You fall, I stand, you crawl, you twist, I turn, who's the first to burn? You sing and stay, I don't obey. Where do we land in the Black Sea? In the Black Sea. 1万块，你的仇。谢谢。你就这么倔强啊？为了1万块，和当年被你羞辱过的前男友你都愿意？是不是给得起钱谁都想要啊？是啊，谁给的钱多，我就跟谁说。顾景言，
你若是以后再有需求的话，还可以来找我。不过，就你这技术的话，我得收双倍。这叫坦白。我昨晚是被人算计，刚好需要一个发泄对象，刚好是你罢了。快，别让我再看到你！要跳了，你看怎么跑？张氏破产了，董事长受不了压力跳楼自杀了，真惨！那么大的债务都要压在江大小姐身上，她这辈子算是毁了，谁渣谁倒霉呀！哎呦，哦，那就是6年前踹了你的女人啊！你说你们是什么孽缘啊？竟然会在星月会所遇见？你不会还想着她吧？我早就忘了他了。那就好。你可别再犯糊涂了。当年他不仅踹了你，还差点害死你啊！你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凭你的样貌和财富，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呀？他从小娇生惯养，从来没坐过公交车。我不坐公交车，公交车太挤了，我从来就没坐。这一降落，忍忍就到了。我不要忍。啊，我家司机来了，快走，快走。6年前，他嫌弃你是穷学生，如今他落魄了，而你变成了海城首富，真是风水轮流转呐！哎，你想不想报复他？江思思，你怎么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团团这一期的治疗费补上了，后续还需要巨额的医药费。团团妈妈，以后你要及时缴费，不然我也很为难。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按时缴费的。对了，周医生，团团等这心脏已经等到3年了，什么时候能等到啊？很多的患者都在等心脏炎，急不来的。对了，有一种外国的特效药可以抑制他的病情恶化，但是啊，医保不报销，比较贵，你可以考虑一下。多少钱？1个月1个疗程，要10万。我会想办法筹钱的。他现在功成名就，又有了女人，应该过得很幸福。昨晚应该也只剩1万。你欺负我，我要告诉我爸爸，让他揍你。
大名叫爸爸，你好菜呀！我有爸爸，你没有，你是个野孩子。我才不是野孩子！团团，宝贝，没事吧？心脏有没有不舒服？啊，妈妈，我好着呢，妈把欺负我的人赶走了。宝贝，你心脏不好，不能剧烈运动，也不要生气啊。妈妈，他们都说我是野孩子，难道我真的没有爸爸吗？怎么会呢？团团当然有爸爸了，团团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帅的爸爸。等团团再长大下，爸爸就能来找你啦。那我一定要好好吃饭，快点长大。真乖。团团，今天的放风时间到了，你先自己回房间休息，妈妈要工作了。好。真乖，去吧。团团，你知道吗？你爸爸他也在医院，只是我不能让他看到你。对不起。叔叔，你长得像我，真帅。小朋友，你长得也像我，真可爱。这孩子的小习惯和我一模一样。我要是有儿子，应该就长这样吧。请坐。哦，怎么了？你结婚了吗？没有啊。我妈妈介绍给你的，她非常漂亮，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你来当我爸爸吧。那你的爸爸呢？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帅的爸爸，你长得帅，而且像我。你来当我爸爸。你又不是景阳的儿子，凭什么叫他爸爸？他可是海城的首富，你有什么资格当他儿子？我就才不稀罕你！那个，为什么我会这么心疼这孩子？景阳哥哥，他一个小朋友什么都不懂，你跟他一般见识，胡说八道什么呀？他又不是你儿子，为什么叫你爸爸？我只是帮你警告他，不要痴心妄想而已。你怎么还凶我啊？会犯了人家说好的原因，我倒追他这么久，他怎么还对我那么传言说他有一个1周不掉的飞光，难道是真的？美女，小心我们小心啊！半铁石头很危险的。明明是你们不长眼，挡了我的路。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想碰瓷啊？你伤了我，难道不应该说句道歉吗？你是泥巴捏的吗？石头碰一下，让我给你道歉？你是谁呀？叶佩宇。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想碰瓷，想要讹我的钱。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去道歉，不管你有意无意，踢到人就是你的错。石头碰一下就上纲上线，怎么，你疯了？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范家大小姐，海城首富顾景言的未婚妻。你要是敢得罪我，小心不了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是顾景言的未婚妻？怎么，怕了吧？顾景言居然有了未婚妻，
那他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找未婚妻，反而跟我发生关系？思思，算了吧，我们惹不起首富。首富又怎么样？首富伤了人，一样得道歉。你这个贱人，你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可能见到姐，叫他给你道歉，痴人说梦。我才不喜欢见到他，我巴不得这一辈子没见。你们还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一样的狗呢。你这个贱人，你怎么骂我？在干什么？哎。钱哥哥，这个女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她居然敢打我，赶紧把我教训她呀！你腿的伤怎么回事？你应该问他，这位范小姐故意踢石头伤人就算了，不肯道歉还口出狂言。你这点小伤就故意不饶了？你不是想要我的钱吗？就你这样也配有我给你道歉？钱哥哥，你都不知道，他哥连你都骂呢。道歉。听到了吗？给我道歉。我说的是你范甜甜，你伤了人，道歉。钱哥，凭什么？对不起啊，顾总，管好你的事。钱哥哥，你怎么这么护着她？她就是个又穷又恶毒的女人，她就想来讹钱呢。我看恶毒人是你吧？钱哥为了这个女人教训我，可是为什么钱哥这么？你伤过不止一次。不劳顾总费心，麻烦让一让。10年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地步了？你就那么缺钱吗？我穷困潦倒，很缺钱，这跟我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那昨天晚上花1万块钱投射的人是谁啊？顾姐，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你居然变得这么下流无耻，我真是后悔昨晚为什么跟你发生关系。昨天晚上不是你送上门来的吗？为了1万块钱就把自己给卖了，你怎么不说自己变得这么廉价？对，我廉价，你不也花钱买了吗？我是不是小盘？可我没有证据，你也没回答，沉默着表达代替了你心里的话，总好过挑明让两人都尴尬。妈妈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故事姐姐，看到我妈妈了吗？你妈妈呀，好像在那边。妈妈，妈妈你在哪儿？顾姐，我知道你很讨厌我，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避免碍彼此的眼。妈妈你在哪儿？你最好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钱哥哥怎么可能看上这么低贱的人？我看他是认为自己有几分姿色，想攀高枝罢了。真是无有理，看我怎么教训你！回院长，我是顾谨言的未婚妻，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做。
团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来找妈妈呀。团团，你现在生病了，不能到处乱跑，知道吗？哦，对了，妈妈，我认识了一个漂亮叔叔，我把他介绍给你，让他做我爸爸好不好？喂？什么？为什么要辞退我护工的工作？院长，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你能不能通融一下？顾简居然为了他的未婚妻搅黄了我的工作。妈妈，你说的那个顾景言是大坏蛋吗？不是，团团，你不可以这么说他。为什么？他亲我妈妈就是大坏蛋。总之，你不能这么说他。放心，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的。团团也会努力好起来，保护妈妈。星月会所是海城销金窟，来这里吃喝玩乐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二代。你想赚得多，也要豁得出去。为了团团，我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可以做。景言，你初恋真是太堕落了。景言哥哥，叔叔一直想要抱孙子，请你结婚。我爸也希望我们能够联姻，这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婚姻上，我们都是绝配的。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也没有想过要和你联姻。这么多年你不近女色，传说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忘不掉的白月光，是真的吗？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了？景言哥哥，你怎么了？我现在有急事要处理，你自己打车回去。我下车。可恶，到底什么原因让景言哥哥要落魄下去？这个包厢的富二代酒水消费最高，只要推销的好，提成也很高。又是顾景言。哟，为了钱真豁得出去啊！星月这批姑娘不错，标性挺强，这尾巴扭起来都比别人火辣。顾总，您要是喜欢，挑一个带出场。哎，这卖酒的女孩还能带出场吗？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能卖。那我先挑了啊！哟，这小妞身材不错，长得也不错啊。来，坐过来，给爷伺候好了，少不了你的好处。老板，我给您倒酒，您多喝几杯，就是照顾我了。美女，你这也不够热情啊！来，展示一下你的诚意啊！就是啊，喝呀！哟，美女好酒量，来，再来一杯。喝。包厢里开的酒都算我的提成，喝的越多，我拿的也越多。哦，不错不错，再来再来，最后一杯，
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吧？快！喂，老板，我真的是喝不下了。美女，喝醉了就到哥哥怀里歇歇啊。顾少，这美女我是真喜欢，要不然你被人这样灌酒，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吗？还是说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了，什么都可以买？是啊，给钱什么都能买。可我还是挑老板，不想卖给你。那不见得吧？那晚是谁主动找上门的？1万块，再卖一次。顾谨言，别发疯行吗2万，我是生意人，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能交易。要是你还不愿意，只能说是我给的还不够多。3万。谨言看中你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伺候好他，你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再多的钱我都不会伺候你，顾谨言，你已经有位。3万还嫌少，可以。钱我有的是。这钱不是给你们的。10万，够。有一种外国特效药可以抑制他的病情恶化，但是啊，医保不报销，比较贵。多少钱？1个月1个疗程，10万。顾总，想要我怎么伺候你？这种事儿你最擅长了。还要我教你吗？你真是够廉价的。没错，我就是这么廉价，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为了钱，你真的一点廉耻心都没有了，是吗？10万块钱小费是挺吸引人啊，玩这么花。拿着钱，嚯，这还真捡了，没有廉耻，其后。谢谢顾总。张思思，我们新月会所可供不起你这尊大佛，你以后不用再来了。为什么？你得罪了包厢的大人物，我早就警告过你，别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影响我们会所的生意，你可承担不起。滚吧！顾谨言，你真这么恨我？一次又一次的搅黄了我的工作。下着雨呢，跑什么？顾总又来看我笑话了是吗？看我再一次被扫地出门丢了工作，有多狼狈？就那种卖笑卖色的工作有什么好做的？你就那么缺钱吗你？对，
我很缺钱，我缺了1个亿，你给吗？我是你什么人啊？你凭什么管我要1个亿啊？就因为你是……就因为什么？顾景言，现如今你功成名就，成为海城首富，而我穷困潦倒又丢了工作，该解气了。这就受不了了。那当初你背叛我、折磨我的时候呢？不想过我的感受吗？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谁在叫你妈妈？你有孩子了？没有，你听错了，是电视机的声音。团团，妈妈马上就回来，你先睡啊。团团要等妈妈。好。顾景言，我为6年前的事郑重向你道歉，你可不可以放过我？我保证，从今往后不会再出现爱你的眼了。刚刚在包厢里，你可明明是在帮他解围哦。他要是落到孙少手里，至少得脱一层皮。错了，我只是在用钱羞辱他。哎，听到他在这里，就拿10万来新月会所；看到他的窘境，就立刻给他送钱。这羞辱还挺别致的哦。现如今你功成名就，成为海城首富，而我穷困潦倒又丢了工作。喂，帮我安排一个人做我的助理。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呀，没救喽。爸爸，团团真的想要爸爸吗？可他都快结婚了，还这么恨我，我怎么能让你跟他相认呢？张小姐，你的简历已经通过，请明天来面试。团团，妈妈一定会努力挣钱，为你治病的。你主要负责总裁的衣食住行和健康状况，他喜欢听话的人，脾气不太好，你要多忍耐。好的，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他，保证听话。总裁，江助理到了。总裁，顾景言，你怎么在这儿？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啊？显而易见，我是。昨天你不是还说不会在我的面前碍眼，今天就跑到我这儿来找工作了，江思思啊？你不会另有所图吧？我不知道老板是你，要知道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来的。我现在就走。月薪10万。10万？在我这儿工作可不容易，照顾我的饮食起居，24小时随叫随到，这钱可不是谁都能拿的。1个月10万，团团的特效要有希望了。你放心，我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把你照顾得妥妥帖帖。去泡咖啡。好的。顾总日理万机，生活琐事都是我打理，他一来就抢了我的活，什么来头？江小姐，
你是林总住的朋友，还是顾总的亲戚，私人关系进来的吧？我跟他们都不熟，我是投简历进来的。怎么可能？我们总裁办一向都是内招，怎么可能投了简历就被招进来？这生活助理也不是技术活，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就好了。有很多要求吗？他肯定是想仗着自己的美貌，想要爬上顾总的床，狐狸精。别怪我没提醒你，顾总喜欢甜的。好，谢谢啊。顾总，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顾总只喝纯美式，有一次我放一点糖就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差点被炒。你放这么多糖，就等着被顾总扫地出门吧。他还是这么失甜。他还记得我喜欢甜的。哇！宝贝，给我喝一口呗。哎呀，好死了，宝贝，你不觉得腻吗？手冲咖啡就得喝原味的，加糖破坏风味了。我就喜欢喝甜的。我喜欢喝苦的。再去泡一杯。好的。顾总明明只喝不加糖的美式，居然喝下了你泡的咖啡，也不知道给顾总灌了什么迷魂汤。喂，宝贝，妈妈在给首富打工，你一个人在医院里要乖乖的。那首富是好人吗？他对妈妈好吗？是吧？他……你在跟谁通视频呢？宝贝，手机还我！偷坏嘴爆啊！我只是想拿回我的手机而已。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宝贝是谁？还是说你谈恋爱了？我谈不谈恋爱跟你也没有关系吧，顾总，我们现在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你该有点边界感。江思思，你就这么怕我让我知道你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啊？就算我有什么秘密，那也是我的私事，与顾总无关。那你的咖啡泡好了。奇怪，妈妈挂我电话呀？可能妈妈在忙呢。妈妈说她在给首富打工，我要去首富的公司找妈妈。小朋友，你要去几楼？我来找妈妈的。这小朋友长得可真漂亮，还有点像顾总。16楼是总裁办公区，你妈妈在几楼工作？我帮你啊。
我妈妈给首富打工的。江思思，这是一会开会要用的文件，打印10份。好。哦，对了，打印机坏了，去楼下打印吧。好。总助，这小孩跟总裁长得好像，不会是总裁儿子吧？别乱说，总裁哪来的儿子？小朋友是来找妈妈的，只知道妈妈在我们公司，不知道在哪一层。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我帮你去查一查。我妈妈叫漂亮叔叔，你也在这里打工吗？真的是你啊，小朋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来找妈妈的，她在给首富打工。你也在给首富打工吗？对啊，那你妈妈人呢？我妈妈。顾总，该开会了，让他们稍等一下吧。拿些饮料和零食进来吧。总裁平常这么不苟言笑的人，没想到对孩子还是挺温柔。当他儿子啊，一定很幸福。说不定就是私生子啊！别胡说。哎呀，你看这里有各种口味的冰淇淋，谈谈，你看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糖糖心脏不好，不能吃冰淇淋。那你喝点橙汁，吃点零食，在这里等你妈妈下班。叔叔还得去开会呢。谢谢叔叔，糖糖喜欢叔叔，叔叔你真好。咦，这张照片长得好像妈妈呀。哪来的小孩，居然敢来总裁办公室？你是不是在偷东西啊？咱们才没有偷东西，是漂亮叔叔让我来吃零食的。是你？上次在医院就是你干的，你可真是阴魂不散。范小姐，这小孩是总裁带进来的。上次景言就护着这孩子，现在又带他来办公室里玩。他长得和景言又有几分相似，难道是景言的私生子？是谁啊？是员工带来公司上班的吧？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到总裁办来。照顾不了小孩，不要来这里。给我去查下那人是谁，我要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我要帮我妈妈，是我要来的，和我妈妈没关系。你给我滚出去！你妈妈私自把你带来这里，就应该被开除。别哭了，吵死了！这好像团团的声音，一定是我太想团团了。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顾姐的办公室里？范小姐，总裁是很喜欢这个孩子。你赶紧给我起来呀！什么阿妈狗都往这里看，你又不是景言的儿子，快起来！快点！团团，你们怎么能欺负小孩呢？你怎么也在这儿？他是你儿子？是。我才不是我妈妈，认了妈妈，她就会被赶出公司。妈妈赚钱很辛苦的。范小姐，
江思思是新来的助理，总裁很信任她呢。没想到你这个贱人心机这么深啊！在医院的时候就不依不饶，就是想要引起景言的注意，勾引他是吗？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入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顾景言是老板。你的意思是，景言哥哥为你开后门，特意把你招进来的？你以为你是谁呀？天仙还是他的白眼王？真是不要脸！告诉你，景言是江城的首富，想要爬上他的床的女人多了去了，可结果都很惨，要么呢就是被开除，要么就背井离乡。你以为谁能保得住你？范婷婷，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况且我对顾景言也没有不伦之想。你这狐狸精，你就别装了，你以为我会信你吗？告诉你，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出这儿！滚吧，滚！就算是要开除我，那也是人事部的事。我是顾氏未来的老板娘，我开除你就是一句话的事情。滚啊！我不要跟他。你给我滚开！滚开！你们怎么连小孩都不放过？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弄贪我的行李。你在干什么呢？你在干什么呢？教练叔叔，他打我，好疼好疼。传他说的漂亮叔叔，竟然是顾景言。我没有打你，是你自己撞上来的。他不过是个小朋友，难不成还能撒谎冤枉你？你看看他身上的伤，要是你心狠手辣，连一个小朋友都能掐成这样，太恶毒了吧你！换我！你在干什么？是漂亮叔叔帮妈妈，说不定能保住妈妈工作。景言哥哥，一个狐狸精勾引你，你个撒谎精他污蔑我。够了！这里是我们顾氏总裁办，不是你们范家，容不得你胡闹。景言哥哥，你为了他们你凶我。我说的话很难理解吗？那个，你没事吧？没事。对不起啊，小朋友，是叔叔照顾不周，让你受委屈了。疼不疼？叔叔呼呼的话就不疼了。这就是雪原做的真心吗？他那么喜欢他，他也喜欢他的。对，你妈妈不是在这里工作吗？她在哪一层啊？叔叔送你去找她吧。你干什么呢？难不成你是团团？不是啊。那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他又不是你孩子啊。不过你们俩眼睛倒还真是挺像的。我不认识他啦，他不是我妈妈。我觉得我长得更像漂亮叔叔些。你跟我啊，确实像。咱俩要是出去玩的话，肯定有人说咱俩是父子。会不会吓死我？对，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叔叔带你去找你妈妈吧。不想打扰妈妈工作，我想回医院了。叔叔再见。你们两个很熟？哦，我的意思是，我去送下小梅。
他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能自己回去呢？我送他回去吧。走。傅景言对团团竟这么好。哎，我还没摆好姿势呢。超漂亮，相信我。啊，这么丑啊！这可是最后一场条件了，怎么拍成这样？这还丑啊？多漂亮啊！你不要，你不要，我要。哎，我要把它永远留在我身边。顾姐居然还留着这张照片，为什么？汉然叔叔，你觉得刚才那个姐姐漂亮吗？张思思啊，还行吧。总裁明明很在意江小姐，一个助理月薪10万，比我都高。我妈妈和她一样漂亮。你真的不想当我爸爸吗？你爸爸要是听到你这么说的话，不高兴的。我没有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原来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怪不得这么想要爸爸。我妈妈真的很好，她要照顾团团，还要给团团治病，真的很辛苦。团团想找一个爸爸，保护妈妈，疼爱妈妈。团团是一个好孩子，能教出团团这么明理孝顺的孩子，你妈妈做的也的确很好。那你要和我妈妈结婚，当我爸爸吗？但是叔叔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不能做你的爸爸。不过呢，叔叔可以做你的朋友，在你需要叔叔的时候，叔叔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出现在你身边。你是我交过的第一个朋友哦。那是我的荣幸。走。哎，团团，你是一直都在住院吗？对呀。汉然叔叔，我可以有你电话吗？当然可以了，我也记一个你的电话。来，好，那叔叔就先走了。叔叔再见。拜拜。团团，你怎么到公司来找我了？真是吓死妈妈了。因为我想妈妈呀。妈妈，为什么不让团然叔叔知道你是我妈妈？因为妈妈是打工的呀，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团团，你是不是很喜欢他？对呀，而且我现在和他还是好朋友啦。团团，妈妈现在去跟医生叔叔聊会天，你先自己休息一下。乖。你们心脏不好，不能吃。团团这么小，心脏不好，还一直住院，我得去找医生了解一下他的病情。顾总，这位是团团的主治医生，团团的情况他最清楚。团团挺可怜的，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又是单亲孩子，他妈妈一边照顾他一边打工，非常辛苦。是治疗费用很昂贵吗？特效药一个疗程要10万，
所以团团妈妈要打几份工来赚医药费。我想资助团团。太好了，我约了团团妈妈，让她过来，你们可以聊聊。哎，团团妈妈呢？我让他去办公室找您了，忘了你们在院长这里，我这就去找他。不用了，我匿名资助团团，没必要告诉他家长啊。团团妈妈情愿同时打几份工来给孩子治病，也没有向社会请求过捐助。我想啊，应该是一个有傲气的人，所以也就不要给他增加负担了。顾总大气，团团能遇到你，真是有福气。有了特效药，他就可以慢慢等心脏源，只要有合适的心脏源，就能马上进行手术，有希望恢复健康。那就好。团团妈妈，你来的正好，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有人资助团团的医疗费，他可以打特效药了。真的吗？那太好了啊！就是不知道是哪位慈善家，我想好好感谢他。是一位匿名做慈善的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他对我和团团有恩，我想带着团团当面去感谢。啊，你放心啊，我们感谢完之后不会打扰他的，你就告诉我吧。江思思，你怎么在医院？他来了。什么？难道是顾谨言资助的团团？他不会是知道我跟团团的关系了吧？怎么办？问你话呢，发什么愣呢？看他的神色，不像是知道我和团团的关系。援助应该跟他无关，是我多想了。我是你助理啊。我看你来医院了，我就跟着来了。你也认识周医生？我之前是在医院工作的，我认识周医生很正常。副总居然是团团妈妈的老板，是怕团团妈妈有压力才匿名捐助。那我也装聋作哑吧，都是为了团团好。是的，江小姐之前在医院工作，所以我们认识。哦，那你忙。走了，回公司。哦。钱哥哥居然那么紧张那个叫团团的小孩，还把他送到医院里来。那个江思思怎么也到医院来？他跟团团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喂，帮我查一下，江思思跟那个团团到底是什么关系？顾总，你什么时候这么喜欢小孩子了？还对团团这么熟悉？你怎么不说是你不够了解我呢？再说了，团团又可爱又懂事儿，你不是也喜欢吗？喜欢。说起来啊，团团的眉眼和顾总还有几分相似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的儿子呢。团团跟我确实挺像的，连那些小习惯啊都一模一样。你要是大学时谈恋爱结婚，儿子岂不是跟团团一样大？为什么气氛变得这么冷？我说错什么了？思思啊，我们毕业就结婚吧。谁要跟你结婚啊？你不是说想要一个孩子吗？我们生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儿。就不能生一个像你一样的儿子吗？只要是你生的，儿子女儿都行。我哪有那福气啊？你有，团团就是你的儿子，可是我怎么告诉你？顾总，按您说的，已经把第一笔捐助打到团团在医院的账户了。很好，以后定期打。
照的照片呢？什么照片？是那张被粘合过的吗？帮我查一下，今天谁进了我办公室？是。那张是江思思的照片，谁会拿？顾总，我查过了，今天进过您办公室的只有范小姐、团团，还有江思思。其他人不可能对我抽屉里的照片有兴趣，除非把江思思叫到我办公室。是。顾总，您找我？你今天有没有从我办公室拿走什么东西？没有啊，他发现照片不见了。我的办公室每天就进出这么几个人，谁偷拿了东西，我一查便知。如果你偷拿了什么东西，最好现在就给我交出来，否则的话，我真的没有啊，顾总，你这么紧张的东西，是丢了什么？对你很重要吗？江思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真的没有拿任何东西吗？真的没有。范小姐，我刚刚查到了，江思思就是一个单亲妈妈，那个团团是她的儿子。有小孩还敢勾引姐哥哥，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否则赶出去。顾谨言为什么这么紧张这张照片？难道他对我还……不可能，他明明已经有未婚妻了。江思思，那个叫团团的小孩是你的儿子吧？你带着儿子来上班，还骗谨言哥哥，你知不知道他最讨厌别人骗他？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不要告诉顾总。现在知道怕了吧？你恐怕连你儿子的爹都不知道是谁吧？肯定是你在外面乱搞生下来的野种。不许蒙住团团，他根本就不是野种。他不是野种，那他爹在哪呢？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让你从公司里面滚出去。范婷婷，你马上就要跟顾谨言结婚了，你如果告诉他的话，你一定会后悔的。我不告诉他，我才会后悔呢。我绝对不能让你在公司里面继续勾引他。简哥哥，你来的正好，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说。糟了，顾谨言只要知道团团是我儿子，就会猜到团团是他的。什么事儿？关于江思思的，他呀骗了你。其实呢，他有他有什么？没什么，他意图不轨，不能留在公司。他怎么突然不说了？我顾氏用什么人，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没什么事儿，你可以走了。顾总，我也要下班回家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的？我能有什么事啊？顾总，我真的要下班了。如果照片没有被江思思拿走，那会去了哪儿？江思思，我还真是小看你，没想到你早就处心积虑的接近锦儿哥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你查我！6年前你就跟简哥在一起了，如今你儿子已经5岁了，你老实跟我说清楚，他和简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不会不知道我是简哥的未婚妻吧？
到时候我马上要结婚了，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你想借此上位？真是痴人说梦。你跟顾姐马上就要结婚了。就算杰克知道他有一个儿子，那又怎样？他肯定会留子去母的。你休想对他有动好。团团还生着病，范婷婷绝不可能善待他，绝不能没有团团。这里面有100万，我限你3天之内从顾氏离职，带着你的走，有多远滚多远，否则我会对你客气。难道我真的带着团团离开了？他是那么的喜欢顾姐。要想带团团走，得先问问医生他能不能出院。你这个小蛋蛋，你说叔叔怎么会这么想你呢？这才1晚上，就又忍不住来看你了。这张照片怎么会在这儿啊？漂亮叔叔，你来看我啦！对，团团，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吗？你怎么会来这儿？你和团团是？姐姐也跟你一样是来看我的。对。不仅你喜欢团团，我也喜欢，所以一大早就来看他了。团团，你还没回答叔叔呢。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在这儿？它跟你妈妈又有什么关系？糟糕，照片掉出来了，被顾姐发现了。这张照片是我拿的，我觉得和我妈妈有点像。灿烂叔叔，这张照片上是不是你喜欢的人呐？叔叔曾经被人捅过一刀，留着这张照片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江思思，你怎么会以为他忘不了你？他不恨你就不错了。灿烂叔叔，我想去游乐园玩，你和思思姐姐能不能陪我去啊？团团，你心脏不好，不能去游乐园玩哦。可我长这么大都没去过呢。叔叔带你去，不过咱们得问问你妈妈同不同意。妈妈会同意的，对吧，思思姐姐？问你妈妈，你问她干什么呀？我觉得思思姐姐同意，跟妈妈说，妈妈就会同意。团团因为生病，其他小朋友有的快乐他都没有过，更别说去游乐场了。我们马上就要走了，我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父子多相处一下？够吧？这么沉啊？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团团妈妈准备的，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团团妈妈挺神秘的吧？一直也没见到。你跟这个团团妈妈怎么这么熟了？他妈妈不也是公司员工吗？自然就熟了。漂亮叔叔，我都说了，你要是愿意当我爸爸的话，我就把妈妈介绍给你。行了，出发吧。好耶，可以去游乐园玩了。你什么时候从护士滚蛋？我已经拟好辞职信，团团也在办理出院，很快就会离开。我一个老板都没你忙，出来玩就好好玩。团团，怎么样？累不累？心脏有没有不舒服？你照顾孩子还挺细致的嘛。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他妈妈。你照顾孩子还挺细致的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是他妈妈。绝对不能这么坐以待毙，让江思思继续留在简哥身边。范小姐，今天顾总和张思思都没来上班，据说去医院了，要陪那个孩子去游乐园玩。张思思居然敢骗我！我以前不是在医院当护工嘛，所以照顾孩子比较有经验。我想玩那个，好好玩。不行，这有啥的？走，叔叔带你去吧。绝对不行。团团心脏不好，不能剧烈运动。那小飞船3岁小孩都能玩，不算剧烈运动，没事儿，我带他一起去玩。坚决不行。那我坐蹦蹦床吗？蹦蹦床可以啊，比团团小的都在那玩呢。走。也不行。蹦床也太危险了。来，团团，咱不理他，叔叔带你去玩。走。顾谨言，很危险的，你不能拿团团的生命开玩笑。医生说了，那需要适当的运动。这些项目3岁小孩都能玩，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点啊？你不懂，团团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冒一点险。团团只是想和普通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的玩，你这太过紧张，反而适得其反。行了，我是老板，听我的吧。你是老板也不行，我还是他妈。他妈特意交代过的。团团是一个男孩子，那从小培养他的勇气，胆子得大一点才行。没事儿。我看你就是心太大了，你就是网上那些爸爸带孩子不管孩子的媳妇，只要活着就好。说的好像你经常照顾孩子一样。那听团团的吧。团团，你想听谁的？我听姐姐的。叔叔，你别听姐姐了。你这个小叛徒，叔叔是觉得你想玩才替你说话的，怎么我成坏人了？我们不能不听姐姐的话。那为什么非要听你的话？你又不是他妈。因为团团乖啊，就不想让我们很为难。对，我希望叔叔和姐姐开开心心的陪我玩，不要不高兴。真心为党。叔叔，我们去做旋转木马吧。既然你那么听你姐姐的话，你问问她让不让你去吧。旋转木马你也不让？那行吧，那你小心点，这样说着。她呀，比你妈妈还像你。就是妈妈呀。走吧。顾姐，帮我拍张照呗。好啊。这家三口可真温馨，颜值也高，儿子跟爸爸一块演绎出来的是呢。是啊。你说，如果当年你没有把我甩了，我们的孩子应该也像团团这么大了，我们是不是也能带他来游乐场玩了？这个世上没有如果，不是吗？那个，我去给团团接些热水，你照顾好团团。记住，千万别带团团去玩那些刺激的项目。知道了，你还真有那当妈的架势啊！哎呀，叔叔，啊，我想吃冰淇淋。你不是说你不能吃冰淇淋吗？就吃一小口，从来都没吃过冰淇淋。行，那就吃一小口，不然姐姐回来又该骂咱们了。好呀，好呀。只能舔一口啊。
冰淇淋好甜，真好吃。他们果然在一起了。江思思，我是不会放过你。你居然吃冰淇淋？我喜欢吃甜的，你忘了？反正团团没有吃，一口都没吃。是吗？其实偶尔吃一点，姐姐也是同意的。真的吗？你给我，我要吃。早知道不抢你啊！团团，你居然跟他合起伙来欺骗我，小坏蛋！叛徒！我不是故意的啦，团团最爱。哦，叔叔带你玩，给你拍照，给你买冰淇淋吃，你最爱他。那我呢？那我也最爱你啊。那不行，只能选一个。顾谨言，好幼稚。团团，今天玩的开心吗？要是一直和你还有漂亮叔叔在一起就好了。那你们就在这等我吧，我去把车开过来。好。既然你这么阴魂不散，一定要留在简哥身边，我今天就要让你母子死！小心，团团，小心，团团！范婷婷，你好大的胆子！没事吧？团团，你怎么了？别吓我！顾姐，团团好像发病了。去医院。我不该心软，带他去游乐园的，都怪我粗心大意。不关你的事儿，是范婷婷心肠歹毒，想害你们。你放心，不会放过他的。团团只是受了惊吓，幸好送来的及时，虚惊一场。要是晚来5分钟，后果不堪设想。谢谢医生。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一下团团的妈妈？毕竟团团出了这个事儿，不通知家属不合适啊。一会儿你来找我一下。好。你和周医生还挺熟的嘛。江思思，我们聊聊。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和我分手？真的是因为移情别恋吗？你为什么总是抓着过去不放啊？这有意义吗？再说了，我也马上要跟范婷婷结婚。我和范婷婷结婚？谁说的？通知我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范婷婷不是你未婚妻吗？要不然她怎么会丧心病狂的想要撞死我的？江思思啊，你脑子进水了你！我和范家只有生意上的往来，什么未婚妻啊？你这么在意她是我的未婚妻，说明你是不是还是在意我的？我才没有！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你不是说这张照片是为了提醒你不要好伤疤忘了疼吗？其实团团说的没错，这张照片上的人是我很喜欢的人。尽管我一度想把它撕掉忘掉，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把它粘合起来，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忘掉的。顾谨言，江思思，我去看看团团。
团团，团团，团团，还是先通知团团妈妈过来看一下团团吧。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我在这等团团妈妈过来。好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团团，原来他一直没有忘记过去。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你就是他的孩子，再给他一次机会？顾总，您让我追查范婷婷下落的事已经有眉目了。很好。有件事还是想跟您说一下。说。江小姐递了辞职信，想3天之内就从公司离职。她为什么要辞职啊？好像是她打算离开这儿。江思思，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想带他离开这儿。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团团先天性心脏病，受刺激就会晕厥，甚至心脏骤停，贸然出院会有生命危险。可是，你作为他妈妈，从他出生开始，你一直那么辛苦的带着他治病，你真的要拿他的性命去冒险吗？江思思居然是团团的妈妈，那团团岂不是我的孩子？有件事，我想还是要告诉你，资助团团治病的好心人是顾总顾景言，他把团团治病的医药费已经打到团团的账户上。顾景言资助的团团，他说啊，和团团有缘，为了不让你有负担，所以匿名捐助。居然是他资助了团团。顾景言，你不是走了吗？我问你，你跟团团到底什么关系啊？还不打算说实话？你都已经猜到了。没错，团团是我儿子。你居然联合团团一起瞒我，还要让他叫你姐姐。对不起啊，我们不是故意的。那我再问你，团团是不是我的儿子？叔叔，你长得像我，真帅。小朋友，你长得也像我，真可爱。这家三口可真温馨，颜值也高，儿子跟爸爸一看两印出来的是吗？对啊。难怪呢，难怪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那么亲切。他的很多小事跟我的一模一样，也难怪人家会误会我们是一家三口。张思思，为什么要骗我？团团是我的儿子，就算我们这些年分开了，你也没有理由阻止我当一个父亲的权利吧？团团现在就在我面前，你还想把我蒙在鼓里？如果今天团团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和他相认了。江思思，你怎么敢啊？对不起，我也想过要告诉你。你撒谎！你和李德柱提了辞职，你和周医生说你要带着团团出院，你就是想带着团团再离开我，你就是不想让我和他相认。你都知道了。6年前你就离我而去，6年后现在我有了团团，你还想带着团团继续离我而去？江思思，你的心就那么狠吗？那你让我怎么办？6年前我们已经分手了，是我嫌弃你穷困潦倒，分得那么不体面。你成了海城首富，
有了未婚妻，有了新的生活。团团对我而言当然重要了。江思思，你以前不是嫌弃我军功潦倒吗？现在我功成名就了，你不是应该欢天喜地的带着孩子回来，登堂入室，母凭子贵的呀？你不是最喜欢有钱人吗？我现在是有钱人了，可是你为什么还是要瞒着我？还是说你就那么恨我，情愿逃离，也不愿意让团团认我？我没有。灿灿叔叔，你别这么说妈妈。团团，妈妈，灿灿叔叔真的是我爸爸吗？是，他是你爸爸。团团，你好，我是爸爸。太好了，团团终于有爸爸了，再也不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了。放心吧，团团，以后爸爸一定会保护好团团的。爸爸也要保护妈妈。看住了，这就来。江思思，你给我听好了，团团是我的儿子，不允许你带走他，听见没有？哎，你去哪儿？替我儿子出气。人已经控制住了，就在里面。顾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祁阳哥哥，祁阳哥哥，你这是要干什么？祁阳哥哥，我爸爸马上回来，要是敢动我的话，他是不会放过你的。差点把我儿子害死，今天就算放死他了，也救不了你。可小可是你儿子，他有什么病要在，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他活不了的。我嫁给了你之后，我可以给你去一个就你啊，又蠢又坏，也配给我生儿子？你知道心脏病发作了？哥哥，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开车撞他们的。我相信我。道个歉就算了，我儿子还在病床上躺着，是来找我。顾迪，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婷婷，祁阳哥哥要杀了我！放心，我在，谁也伤不了你。范伟，你最好好好管管你女儿。如果我儿子今天有什么三长两短，他死定了。顾谨言，当年不是我买下你的专利，你就没有第一桶金，也就没有现在的顾氏集团。我倾尽心血栽培你，你就这样忘恩负义？当年我的专利本来是打算要卖给江氏的，江氏破产了，我卖给谁都行。这些年你靠着我的专利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之间只存在生命。婷婷陪了你6年，我们两家说好联姻，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为了一个外人伤害婷婷，你简直就是个白眼狼！那只是你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娶过这个女人。今后我儿子最好没事，不然你死定了。爸，江思思那个狐狸精，她给简哥哥生了一个儿子。我还是想嫁给简哥哥的。江思思，跟顾姐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恋人，后来江家破产，他们就分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生下了一个野种，继续攀上了简哥哥，真是可恶。喂，喂，思思，你不是一直让我查当年你爸破产的真相吗？有眉目了吗？当年江氏所有的资产几乎都被范氏集团吞了，不排除范伟故意设局陷害江总。范伟，江总放心，这个项目一定挣钱，你就相信我。思思，过来，给范叔叔打个招呼。范叔叔好。江总，这是你女儿，长得好漂亮。我见过她。还有海城首富顾景言跟范家关系匪浅，当年顾景言一穷二白，范总买了他的专利，他才有创业第一桶金。现在查范家可能会得罪顾景言。顾景言，难不成会包庇范家？这可说不准，他们利益捆绑得很深，一荣俱荣。顾景言不是还要娶范家千金？他说不定都有范家的犯罪证据呢。不论干系到谁，都继续帮我查，我不能让我爸再被惨死。团团，团团，张小姐，护士，你有看到团团吗？好像是他爸爸来了。他爸爸？李爷爷，这是我爸爸。爷爷早就看出来了，你们父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张阿姨，这是我爸爸。爸爸终于来看你了，团团开不开心？超开心！哎呦，小土豆，这是我爸爸，他可厉害了。你骗人的吧？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爸爸。我们团团没有骗人啊，我就是团团的爸爸，以后不许欺负我们团团啊！团团，你都带爸爸在医院里炫耀了1天了，累不累？一点都不累，团团可精神了。顾天，你跟范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妈妈，妈妈，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团团恢复的还不错，而且我请了国际上最权威的心脏外科手术专家给团团问诊，团团很快就能手术了。谢谢啊。不用谢啊，团团是我的儿子，医生说团团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打算带他回家住。回家住？去你家？团团是我的儿子，你总得让我尽点当父亲的责任吧？团团，愿不愿意跟爸爸回家呀？妈妈去吗？妈妈，我们去爸爸家好不好？他们利益捆绑得很深，一荣俱荣。顾景言不是还要娶范家千金？他说不定都有范家的犯罪证据呢。好，太好了，团团终于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欢迎夫人和小少爷回家。走了。
你看看这些有没有你喜欢的？爸爸，这些都是我的吗？喜不喜欢？喜欢。顾简，你这样会把他宠坏的。我自己的儿子，怎么宠都不过分。他就是想登勋摘月，我才给他摘下来。疯了吧你！你有没有想要的？我也送给你。我才不要呢！先生夫人可以吃饭了。我不是夫人，你叫我江小姐就好。爱是不是？吃饭去。走喽。顾谨言的样子，不可能对团团放手，而我绝不可能没有团团，怎么办？什么事？你已经泡了快1个小时了，这怀疑你是不是都睡着了？没，我这就来。张思思，你怎么了？别进来！你不准看！你哪儿我没看过啊？你怎么睡了呢？我帮你起来。伤到哪儿了？我好像崴到脚了。别动，我看看伤到骨头没有。疼就喊出来，以前你可是半点疼都止不住的。以前的江思思，早在6年前就已经死了。连带队伍的感情一起死了是吧？不服，6年前的事是你对不起我，6年后团团的事也是你对不起我，这辈子我都不会放手的。How can I be sure？ 妈妈，你还在洗澡吗？团团，妈妈马上就来。放下来。开门了。爸爸，妈妈怎么了？你妈妈崴脚了，我要送她回房间。那爸爸是不是要照顾妈妈？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一起睡？团团喜欢爸爸家，团团今天好开心呀！开心啊，这是爸爸的家，所以啊，就是团团的家。那是妈妈的家吗？我和爸爸妈妈会一直在一起吗？团团想不想让我们一直在一起啊？想，很想很想。那你得问问妈妈的意见。好了，团团，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哦，睡觉吧。爸爸晚安，妈妈晚安。晚安。我去客房睡。团团在这儿呢，你怕什么？我又不能吃了你。我去客房睡。不要胡思乱想，江思思，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团团，还有找到爸爸破纸自杀的真相。江小姐，这是顾先生的书房，平时他都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的，连打扫和收拾都是他自己来的。书房这么神秘，还不许别人进，会不会里面有些机密文件，包括跟范家的资料信息？这是 HW 品牌的珠宝和首饰，每一年设计的最新款都有。都给我绑起来吧。哦，还有这个手镯，一并送我家去。这条手镯800万呢，真羡慕江小姐。景言，我最喜欢 HW 品牌的珠宝了，以后我只穿他们家的衣服，只戴他们家首饰。我一定会努力赚钱，将来把 HW 所有的珠宝和首饰
都买下来送给你。好，顾景言，没想到你真的把 HW 品牌的珠宝和首饰买回来。你跑到我的书房来干什么？你跑到我的书房来干什么？看到了，顾景言，这些首饰我给你买的，我是不是很傻？明明是你抛弃了我，甚至我都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但是从开始赚钱的那一刻起，我就忍不住，还是一件一件把 HW 的东西都买了下来。顾景言，当年到底为什么要离开我？别再跟我说什么移情别恋，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你了。你都已经猜到了，当年我爸破产，债台高筑，不想连累你。我知道我告诉你实情的话，你一定是不愿意的，所以我就找了人欺骗你。对不起啊。那你知道这6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顾景言，当年你是贫困生，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有那么好的前途，我怎么舍得把你拉入江江的泥潭之中？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骗我，这些责任和债务可以和你一起承担啊！我可以照顾你和团团，你就不会错失这6年了。我如果没有骗你，你陪着我们母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就，实现理想抱负。顾景言，认清现实吧，你只是牺牲了一段爱情，但是你却拥有了如今的财富。其实，我更想问你的是，你跟范伟到底是什么关系？到现在你还要问我这些？你们有没有做过违反伦纪、违背良心的事情？团团，团团，我们搬出这里好不好？为什么？你跟爸爸吵架了吗？不是，虽然他是你爸爸，但也不代表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可是，总算你有点自知明，赶紧带着你的小野种滚出这里！范伟、范婷婷，你们来这做什么？你恐怕还不知道我和顾景言是什么关系吧？范氏顾氏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婷婷是要和顾景言结婚的。范伟，江家破产，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你应该问是不是跟我和顾景言有关。6年前，他知道江氏要破产，帮我搞垮了江氏，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你什么意思？我爸的意思是，景言哥哥帮我爸搞垮了江氏，逼你爸破产，逼他自杀。范婷婷，胡说什么呢？顾景言，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江思思，你这么容易受人挑拨吗？当年我爸被人陷害，资金断裂，濒临破产。我进过你的书房，看过你电脑，我确认过，就是你把专利卖给的范家。你和范伟狼狈为奸，你敢说他跟那些事你一点都不知情？昨晚你进我的书房是为了调查我，6年前你不相信我可以帮你，如今你还是不相信我。如今你还是不相信我。事实就摆在这，你让我怎么相信？当年是他陷害了江氏，害死了我爸，你让我信你？好，那你拿出证据去举报他，然后送他去牢里，我就信你。你做什么春秋大梦？我爸跟景言哥哥亲密合作这么多年，早就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我们才是一家。范婷婷，你闭嘴！是，你们才是一家人。若不是我们意外重逢的话，你原本应该是跟范婷婷结婚。你明知道范伟陷害了我爸，你还瞒着我，我对你太失望了。爸爸妈妈，江思思，你冷静一点。害死了我爸，你还要包庇他，你让我怎么冷静？范伟，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用法律制裁你。走。不是，你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是团团的爸爸呀。团团不需要你这样的爸爸。妈妈，你真的要走吗？我觉得爸爸不是大坏蛋。团团，你还小，可能是个女。你们是不是？站着，不能这样子。
季阳哥哥，你别生气了，江思思根本配不上你。那谁配得上？你吗？我告诉你，就算江思思离开了我，我也不可能娶你的。那可由不得你。你什么意思？把他们给我放了！你要是敢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我要你们去陪葬！景言，别激动，你也当父亲，你也应该体会为人父的难处。婷婷喜欢你，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只要你和婷婷结婚，答应放他们母子俩一条生路，如何？妈妈救命！伤害他们！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嫁给简哥哥了。顾范两家终于联姻了，办得这么隆重，真是一场世纪婚礼。范婷婷和顾总谈了6年恋爱，相濡以沫，感情深厚。婚礼办得这么华丽，顾总真的很爱她。景言，你是结婚，不是奔丧，开心一点。你说的对，结婚要开心一点。婚礼正式开始，有请新娘上台。非常感谢大家出席我的婚礼啊！其实这场婚礼在几年前就应该举办的，只是我们遗憾错过了这么多年。幸运的是，兜兜转转，我们又相遇了。真羡慕范小姐能嫁给这么英俊多金又这么爱她的老公。是啊，你总算得偿所愿了。其实我们呢，算是一见钟情。我们有着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宣告分手。也是我那时候太年轻了，轻信了他的善意的谎言，让我错怪了他，以为他背叛了我们的感情，是我错了。他在说什么？其实，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承诺。后面他一个人带着儿子艰难度日，而我也带着分手的遗憾，对他的爱恋郁郁寡欢了6年。感谢老天的眷顾，感谢命运的垂怜，让我们又相逢。最重要的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之间的爱意未减，我们还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儿子。顾总说的不像是范婷婷啊，怎么像是他的初恋？对啊，范家放出消息，今天不是范婷婷和顾总的婚礼吗？这是怎么回事？顾景言，你给我闭嘴！你的结婚对象真可能会是我。顾景言，你敢阳奉阴违，别忘了他们母子俩还在我的手上。那可不一定。这才是我今天的新娘，今天是我和江思思的婚礼。怎么会这样？他们母子俩不是被囚禁起来了吗？江思思怎么会出现在这？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这是顾景言的婚礼，他的新娘只会是我，不允许你破坏！天哪，原来这才是顾总深爱的人。范总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嫁给顾总，竟然派人绑架，真是丧心病狂。范伟，6年前你设计陷害我江氏，害死了我爸。你知道我一直在追查你犯罪的证据，我也知道你一定会付出血，所以我们便。我和范家只是单纯的合作，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不信吗？我信你，所以你愿不愿意帮我引导你出去？不行，这太冒险了。范伟做生意几10年了，心狠手辣。当年逼你爸自杀这件事，他做的天衣无缝。如果知道你现在有证据的话，会有危险的。你也说他做的天衣无缝，很难找到破绽，只能引蛇出洞。所以我们假装演场戏，让他以为我们决裂了。他的性格一定会对我动手，到那时候我们就能找到他犯罪的证据。思思，我知道你想复仇，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母子去冒这个险啊！而且团团还有心脏病，万一有什么后果的话，不堪设想啊！不让你小男子汉，
不会被吓到，而且我也会保证奶奶。所以你是故意被我们绑架？你是故意被我们绑架的？没错。放下，放下小孩子！女孩，团团，你怕不怕？不怕。顾总，夫人和小少爷都平安无事，人也控制住了，绝不会透露出风。很好，好戏开场了。你派人绑架思思母女，我已经报案，全程举证。那些收了钱的人也全都供出来，包括6年前你故意设局陷害江叔，幕后交易，涉嫌经济犯罪，证据我也已经收集完，交给了你。你们做的所有恶事，自有法律会裁决你。景言，忘恩负义，我栽培了你这个白眼狼。我和你之间只有交易，剩下的话您还是和警察说吧。爸，怎么办啊？景言，放开我！我不想坐牢。诸位来宾，我顾景言和江思思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希望大家不要受到插曲的影响。这是一场迟到很久的婚礼，也是一场我盼了6年的婚礼。思思啊，我发誓，往后余生我一定尽我所能保护、珍惜你们母子，荣辱与共，一路同行。荣辱与共，一路同行。爸爸妈妈终于结婚了。好，那我们祝顾总和夫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贵子是我，贵子是我。贵子是你。顾总，小少爷的心脏源等到了，国外的专家也都到了，可以做手术了。太好了，团团终于可以当个健康的孩子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游乐场玩海盗船了？瞧你那点出息！还有一个愿望哦。你还有什么愿望？我想妈妈再给我生个妹妹玩。你个小屁孩，谁叫你的？这个，爸爸努努力。顾谨言，谁要给你再生个孩子？你呀？